哦，这里超黑的啦，这边全部都是偏酒做，都是黑珠，都是结晶，而且颗粒感非常非常的重，满满的都是比较严重、比较深色的沙。发出我另外一个人格来了。我非常非常平静。想想在大海时代站在福尔摩沙，台湾的花莲面向太平洋，还有2只金鱼在那边喷水。好，再回来历史的部分，你研究那么多国家的历史，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然后为什么？印象深刻，对美国吧，美国很厉害欸。怎么说？建国这200多年就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对，那你觉得就是美国？那你现在如何看待川普执政呢？川普，我非常讨厌川普的，而且怎么样？接受。而且你屁股很黑，你确定你每天真的都是比小黄瓜还要强？通常沙土到这么黑，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是可以再更厉害。好，对，说不定之后就会再多生一个。尾椎这里，你的内裤没有解体，是我的椅子快解体。现在我们是原木。哦，这里超黑的啦，你整个就是大飙汗，但现在应该身体舒服很多吧？还没有感觉到，对。现在热的温度有下降，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沙土好了。好，我们从沙土上来看，其实它代谢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我们刚刚刮到的地方，它现在上半部基本上已经消得蛮多了。原本这边有颈椎，后面是有沙的，但这边已经化开来了，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在手部的部分的话，它这边的黑珠沙是比较多的，在2侧旋转肌肌群。那这个代表其实是我们的打电脑、滑手机，然后包含你之前是打《世纪帝国》，跟你有在打那个电动之类的。那你只要打电动打比较多的人，这边的沙都会比较多哦。那往下走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在下胸椎到腰椎交界的地方，它其实颜色是整个不一样的层次。那以沙土来讲，它刚好是卡在这个地方。而肩胛骨往下，它这一半，我们一开始是呈现那种紫色的皮肤的颜色。那我们刮下去之后，它一开始这边腰是黑的，可它一样退沙速度很快，所以它已经从黑变成那种暗红色的颜色，然后下半部其实也是，这边全部都是偏酒做。那只是说，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大肠，那大肠它是用来大便用的。那虽然你都会比较常照，你刚刚自己提比较常照，可是其实会有一点点大不太干净。它只是把你大多数，然后快速分解，然后快速出去。可是它因为太快了，所以它会有很多的所谓的宿便，有可能就会残留在你的身体上面。阔背这个地方是偏拉伤啦，左侧这边可能以前拿重物或干嘛，这边有拉伤过。那右侧的部分的话倒还好，往下的话剑尾椎跟屁股是最烂的地方，因为这边满满的都是黑珠，都是结晶，而且颗粒感非常非常的重。那在这个地方它也同时是泌尿生殖的地方，所以如果说现在的状态很好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好。所以说不定今年呢，就是努力做功课，那明年呢就会有第2个小宝宝。好的。我问你哦，你现在我已经把你的背刮完了，你现在的身体感觉如何？你可以感受到你其实一直在流汗吗？是啊，热热的，对。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一旦把热散掉之后，其实人会比较平静。所以我才会说，我虽然有时候透过影片或者是你在评论时事，好像很义愤填膺，可是它其实是因为它有一个蛮柔软的内心。你这样刮完了之后，除了现在有热有流汗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感觉？我就非常的平静，现在非常的舒爽。对啊，你不觉得这才是你吗？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感觉吗？就是我已经被解放了。有时候其实是因为身体不好，那个热散不出来，所以会影响到你去解读世界的资讯。所以你有感受到现在这种平静，其实比较像我转性了，你知道吗？我已经转性了，现在非常的 peace。对啊，很 peace 之后，以后就不用叫 cheap， 以后会不会叫 expensive？ 好，我先帮你涂一点柔沙油，这个会让你的沙退得好一点。然后我再帮你涂一点舒眠油，就是这个会比较安神，因为我想要你不要太对任何事情都太敏感，因为这个其实会很消耗你的能量。好的。然后当我们今天一直带有这种很高频尖锐的能量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吸引到这样子的能量。对啊。然后中间我再帮你稍微顺刮一下，因为你这边其实没有出来。好。这里，这样还可以吧？可以。你现在应该好很多了啦。可以，还可以。但是我想要问的是，你觉得你刮完之后啊，你的身体，你上一次刮完，然后这样碰到的疼痛感，跟我现在碰你，你觉得有不一样吗？现在没什么痛，对。但是你之前呢？这好像有点
还是觉得闷闷的，可能其实可能过1-2天才好像比较好大概这样子。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刮痧系统跟别人不一样。会痛其实是因为身体的，我们刚刚讲的嘛，筋膜里面的玻尿酸浓度的关系，所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它其实是有一个生理机制在。但是我们的刮痧是，我虽然刮的当下会痛，可是我刮完了之后，我的身体其实是舒服的。当然你回家还是要热敷按摩，然后跟我有帮你涂揉痧油，因为你痧偏重。今天这个痧是你的伤，如果你没有这些伤害，我是没有办法刮到的。所以当伤害浮出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发现问题，进而让身体重新启动你的血液循环，去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走的是这个方向。然后接下来我要刮前面哦。听说前面更猛，就是好，那我们现在呢，把后面刮完之后，我们来到前面。前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就是首先大家也会发现怎么样？你不要再挺胸了。挺胸，我跟你说，你不要再挺胸。其实一直挺胸会有一个潜在的肢体语言，叫做不爱输巴郎。就不愿输的那种感觉。因为小时候就是被灌输不要驼背，不要驼背，不要驼背。对，所以大家就是驼背。就是你去看任何会这样子的，在外在形象比较硬，可是其实它内在其实是柔软。我觉得跟我对你的了解有一点像。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在肚子这边你会发现它都是直直的，你有发现吗？有。我刚刚后面整个都是，这真的是冰块吃太多。好，那在上半部的部分，你会发现这边虽然肩膀有打开，可是在前胸这2块其实它是比较往内的。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打电脑滑手机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是这边的肉比较少，有可能是因为太过于紧绷，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刮开，因为刮开的话这边才会长肉。那以男生来讲会觉得这个会比较壮的那种感觉，其实那种外在形象就会还蛮好的。前胸这边会有一个静脉曲张在这个地方，这里的话是心脏嘛。那我们通常会说静脉曲张是因为要供给血流，那心的话，它在中医里面来讲，它是主喜开心，所以当你今天这边有一个静脉曲张在这里有一个高张力这边压住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开心不起来。那肺的部分的话，这边左边如果是心脏的话，右边就比较偏肺。肺的部分我觉得倒还好，但是就是这边比较紧，然后你这边比较凸，我觉得这个跟你刚刚挺胸的动作有关。是的，那我们要开始了。你现在好像变成那个乖的跟小猫一样。对啊，你有后悔来这个通告吗？我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已经转性了，好好笑哦。你刚刚说你觉得美国人的历史是很屌的，那你觉得在你研究台湾的话，你会觉得哪些部分是比较我们可以更好的？台湾很敏感的，台湾不认输的，对不对？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那你研究这么多的历史之后，那你觉得带给你生命当中的启发是什么？就是你知道这么多事情，那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就是人性上的铁则？当然觉得做人就是大方一点吧。这是你从历史当中学到的吗？对啊。你说欧洲那些氏族们吗？不止啊，你像俄罗斯解体对，俄罗斯解体，然后跟乌克兰分家也没有分好啊。对。然后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是分家的。最近我们现在此刻刚开始要开始，他们也是分家的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分家哦。他们原本是大印度，然后分成巴基斯坦、印度跟孟加。所以只要分家，通常就会容易谈不懂、吵架。那这个怎么办啊？人性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各退一步，真是各退一步。对哦，你好像整个人要不知道推到哪里，对，提不起来，更痛，不知道推到哪里去。你这边有一个，这边很痛，而且这边你会看到，你会这样怎样？会更不舒服。什么都会因为你会有感官的刺激。你还会有事，因为他已经很敏感了。他看到对他来讲，我内心也是很敏感的，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内心很敏感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就虽然他是那种大炮性格的外在表现，但他其实内心是很柔软的。我觉得这也是你太太看到你的那一面。对，就是柔软才会关心社会议题。怎样？这边很痛，这边很痛，因为那边沙很深啊，你就这边就是这边堵住啦。我不要痛，我就让他堵吧。所以历史第一个告诉你的就是。如果有要分家，要大方一点，就可以减少各退一步啦。不要说我一直退让，我两边都各退一步。那你研究，例如说西方，然后可能是欧洲，然后可能是亚洲，那可能是非洲。那你觉得在不同人的文化或历史上面，哪边是差异性比较大的吗？
差异性饮食啊，饮食差最大。那你觉得饮食的差异会导致人类的什么样的不一样？其实是地理啦，最大的地理影响到全部的东西，地理影响到饮食，影响到性格、文化、风水，全部都影响到。对，你说为什么中国是种田，皇帝还要跟皇帝下跪，然后这个现在中国比较集权，然后欧洲就是分很多小国，然后他们君主18世纪马嘎尼尔就是那么英国的使臣来到中国，然后大家说，你马嘎尼尔这个英国人来到中国像要下跪，他们不跪，他说我跟我皇上，我跟我们乔治国王乔治不知道几次我都不跪，我跟你乾隆跪干嘛？对。然后最后就说好，我跪可以啦。我本来单膝下跪，他们说不行，你一定要跪下。他说好，那我跪你们乾隆，那你要跟我的乔治五世下跪，跟我同样等级的大臣。对。然后最后他们就不欢而散。对。这就是地理影响。可是为什么在这么痛的情况下讲那么高深的东西？这是地理影响，因为我很快跟你们讲一下。好，讲一下。中国就是农业嘛，农业。所以，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高山阻隔啊，然后就是河流还是干嘛，就是比较偏的农业。农业就需要一个集权的一个国王。为什么需要农业需要国王？因为农业就我们需要灌溉，我们需要盖堤防。如果没有盖堤防的话，对，那个水就把农业全吹垮。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说，这边指挥说你去慢慢盖，所以就需要一个很强的领导。所以中国农业比较适合这个强人领导。他们西方欧洲有平原，欧洲平原就是比较小区块，但欧洲是有很长海岸线，然后很曲折，所以他们比较适合走商业，贸易类的商业就不会说有个大国王，商业反而就要往外扩展，对，所以商业讲求信用，我卖东西给你，我刮出来是100块，不会说一次就200，怎么忽然涨到200，或是今天100，明天200，对，他们注重这个合约，他们的圣经叫做新约旧约，我跟上帝签约。他们讲的合约，所以你跟外国人不要跟他说谎，他们在意这个有没有说谎。对。中国农业社会讲这个情理法，情放第一个，比较不重视法理情跟情理法这样。这就是地理影响，确实它因为你的主要的贸易方式会影响到你跟人之间的互动，这是有记载的。好痛。对，我也觉得你这边应该是最痛的。但是我忍住了。好，很像没忍住，已经快飞起来了。这边整个超黑的，这边超黑的。好，但我必须要说，就是男生刮这个地方有个好处，尤其是看年纪，如果是在青春期刮的话，它就会比较容易，人家说什么转大人，就是那个骨架，因为我们把肌肉放松，所以骨头在跑的时候，它才不会肌肉绷太紧，那个胸口会没有办法膨胀跟开阔哦。这边再剩下最后这边一点点，在这边。但我觉得以整体来讲，你这边的反应比刚刚后面好蛮多的。虽然我觉得你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更痛，因为这边皮比较薄。是的。好，你要呼吸吗？我是没有气了。上面再一点点，上面再一点点。好，这边胸口这里，我把你那个就是腋下这边惨无人寰啊，这个画面。可是我真的觉得你这次刮完之后，你有可能就会非常的平静。好的。好，那我们从前面上来看，它刚刚原本这边是骨头比较凸的，那往下这个地方虽然没有痧，但是往下这边痧都已经有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把这边的肌肉张力放松掉之后，让它这边的骨头应该会比较膨胀一点，所以它整个骨架看起来就会比较饱满。那在左胸的部分的话，刚刚有提到，它在这边其实是有爆青筋，你会发现它沿路爆青筋的这些地方，满满的都是比较严重、比较深色的痧，有结晶、有黑珠等等的。那它这个回去会比较痛一点，而且它会整个晕开来，会呈现紫色的状况。那你的右边的话，也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可是比左边好。所以其实你的左手比右边来讲是比较不好的。那左手它比较偏心脏嘛，所以我们会说它是比较开心不起来。就算有时候很开心，但是又会有一点开心不起来，就有一点闷闷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回去要吃什么东西吗？有什么建议？是不是？等一下，我会建议你就真的不要吃冰的，多吃一点你自己喜欢的。因为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会让情绪会比较平稳。那我会比较 prefer 让你不要太躁动。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要陪小朋友。我现在已经很平静了。你说刮完之后，我非常非常平静。那你那个平静的感觉，你怎么感觉到那个差异？现在就与世无争，好像在大航海时代站在福尔摩沙，台湾的花莲面向太平洋，还有2只金鱼在那边喷水。我已经看到那个画面了。你刮完之后画面，你刮出我另外一个人格来了。好，那就感谢 Chip 大大今天来我们的刮痧会客室体验刮痧，非常平静。
那就期待在我们台湾各个门市刮到大家。到时候如果你刮完，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感觉到平静，以及刮痧时候看不看到大海？对，有没有看到大海？有没有看到船？有没有看到2只金鱼？好了，那我们就要乘风破浪先离开啦，大家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我来学刮痧，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一起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哦。